8岁那年冬天，我用卖柴换来的2块救命钱，从王屠户手里强行救下一条小白蛇，却没想到这个决定差点让全家人饿死在那个风雪夜。可好人有好报，那条白蛇在抽走我10年阳寿后进化形成人，说要满足我所有愿望。我才知道它根本不是白蛇，而是一条即将冲破桎梏的东海真龙。那年冬天，大雪下了整整3天，家里连1粒高粱米都找不出来。为了活命，我背着比我还高的干柴去集市上换钱。回来的路上，在供销社后巷，我看到了杀猪的王屠，他正死死按着一条通体雪白的小蛇，比划着7寸，准备下刀。没冬眠的长虫，在他眼里就是最好的泡酒材料。那条小白蛇疯狂扭动，琥珀色的树瞳死死盯住了我。那一刻，我浑身一颤，从他眼神里透出的绝望和哀求，像极了我每次去亲戚家借粮，被扫地出门时的可怜模样。我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，死死护住。王叔，别杀他，我给你2块钱，换他一命。小叫花子，还有这种好事？拿去，拿去！我把小白蛇贴着心口揣好，顶着风雪往家跑。刚推开自家破败的院门，堂屋里就传来爷爷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冲进屋，看到了让我目眦欲裂的一幕：杜大强和杜耀祖正趾高气昂地堵在炕前，把5块钱和一张房屋过户书拍在桌上，抓着爷爷的手按手印。他看到我回来，假惺惺地叹了口气：“向阳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赶紧在过户书上按个手印儿。这5块钱你拿去给爷爷抓点药。”大强，这是向阳爸妈挣下的命根子，就这点家业你们也要抢？闭嘴！过完年我就要娶城里的知青媳妇儿，没个正经大瓦房，人家能同意？这院子留在你们2个绝母手里，就是浪费。我不卖，这是我爹娘留给我的。不按手印儿，今天你1分钱也别想拿，就眼睁睁让这老东西断气儿吧。眼看爷爷进气多出气少，我的眼泪决堤了。没有钱买药，爷爷真的会死。为了那救命的5块钱，我死死咬着牙，嘴唇都咬出了血。最终在堂哥的冷笑声中，屈辱地按下了手。拿到过户书的大伯瞬间变，一把将那皱巴巴的5块钱扔在冰冷的泥地里。耀祖，把这老不死的小角头的东西全扔出去！从现在起，这大瓦房归我们了。外面这么大的雪，你要赶我们走？后院那间破柴房不是空着吗？没让你们露宿街头，已经是我顾念亲戚情分了。哼，赶紧滚！别把死人的晦气粘在耀祖的心房里。就这样，8岁的我背着连路都走不稳的爷爷，被亲大伯像赶野狗一样赶进了四面漏风的柴房里。寒风疯狂往柴房里灌，我紧紧搂着怀里那条体温微弱的小白蛇，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替爷爷挡着风。黑暗中，我死死盯着门外透出暖黄灯光的大瓦房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。我在心里立下毒誓，若能熬过今晚，这笔血债，我陆向阳一定要他们100倍偿还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我怀里那条被我用救命钱护下来的白蛇，竟然悄悄睁开了金色的树瞳。它听到了我的心声。晚上，柴房里的风像刀子一样顺着墙缝往骨头里扎。看着呼吸越来越弱的爷爷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大概这就是我们爷孙俩的命。在我冻得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，怀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。小白蛇醒了，它探出脑袋，用冰凉的杏子舔了舔我满是泪水的脸，然后头也不回地顺着门缝钻进了外面狂暴的风雪里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是去逃命了吧？但转念一想，也好，总比留在这儿陪我们等死强。可就在半个多时辰后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。我强撑着睁开眼，借着雪夜的微光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小白蛇竟然回来了！它不仅回来了，那小小的身子居然拖着一只7、8斤重的肥硕野兔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的嘴里还死死叼着一颗带着泥土的植物。看那浓密的身躯和芦苇，竟是一颗上百年的野山参。它把山参吐在我脚边，虚弱地盘在一旁，很通人性的冲我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我眼泪狂飙。天不绝我陆家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疯了一样抓雪生物，熬肉炖汤，靠着100年野山参的吊命奇效，一口热汤带着几块烂肉喂下去。爷爷不仅不渴了，惨白的脸也红润了，连冰凉的手脚都回了暖。看着爷爷呼吸变得平稳，我死死抱着小白蛇，嘴里默念：小白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命就是你的命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破木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大伯带着堂哥走进来，把这2个绝户的尸体卷了扔后山去。可当大伯跨进门槛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声音就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，戛然而止。火堆灭了，爷爷正靠在草堆上沉沉睡去，虽然虚弱，但气色红润，而我正紧紧攥着拳头，冷冷地盯着他们。你们居然没死！爹，肉味儿！地上那是野兔的骨头，这2个绝兔居然躲在这里吃肉。看着炉碗，少说100年的野山参，向阳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没死，你很失望吗？大雪封山3天了，连村里的老猎户都出不了门。你一个8岁的毛孩子，怎么可能上山打兔子挖人参？这绝不可能！昨天王屠户说你拿救命钱换了一条白蛇，咱们村老辈人都说，赶在大雪天出来的白蛇都是有道行的柳仙，最会报恩寻宝，是他进山找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小白蛇。好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小畜生！
家里有个会寻宝成精的宝贝，你居然藏着掖着，不孝敬你大伯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？你已经逼得我们没了家，现在还要断我们的活路！你敢碰他一下，我跟你拼了！再不交出来，老子一把火烧了这破柴屋！我奋力挣扎，堂哥气急败坏。我嘴里一阵腥甜，噗的喷出一口鲜血，正好落在了那条虚弱的小白蛇额头上。那是带着我心头恨意的一滴本命精血。就在血液渗入白蛇鳞片的瞬间，原本奄奄一息的小白蛇眼中突然爆射出极其刺目的金芒，它化作一道白色的闪电，一口咬住了堂哥的手。堂哥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。诡异的是，伤口竟然没有流一滴血，反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结出了一层幽蓝色的厚重冰霜。那寒气顺着血管疯狂蔓延，冻得他整条胳膊都在抽搐。妖怪！这白蛇是妖怪！堂哥捂着被冻僵的胳膊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大伯更是吓得尿了裤子，连滚带爬的往外逃。柴房里再次恢复了死寂。我轻轻捧起耗尽力气的小白蛇，内心却坠入了冰窟窿。我太了解大伯了，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等待人回来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拉开衣领，把他塞进怀里，贴肉放好。等下大伯再来，我就把他当暗器往他们脸上甩。可就在那天深夜，一阵奇异的微光彻底打碎了我的世界观。借着屋顶漏进来的月光，我怀里的小白蛇竟然开始蜕皮，它身上长出了玉石般的全新白鳞，扁平的脑袋上诡异的鼓起两个小包，紧接着两根晶莹剔透的龙角破皮而出。它根本不是蛇，而是一条真龙。与此同时，我突然感觉浑身的骨骼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爆响，五脏六腑像被撕裂般剧痛。我原本8岁瘦小的身躯，竟然在一种诡异的力量下疯狂拔高生长，破烂的小棉袄瞬间被撑碎成了布条。等剧痛消失时，我借着月光看着自己粗壮的手臂和修长有力的双腿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竟然变成了一个18岁的青年。向阳，一直躺在草堆上迷糊的爷爷被这动静惊醒，看着我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孔，还有这凭空拔高的身段，是你吗？我的老天爷！我赶紧过去握住他干枯的手，连声音都变成了属于成年人的低沉厚实。爷爷，是我。下一秒，一个空灵又威严的声音直接在我的脑海里炸响：恩人莫怕，受苦了。我和爷爷吓得瘫坐在地，只见白龙缓缓悬浮在半空，一双树瞳静静地看着。无奈东海真龙，前日本处于化龙渡劫的最关键时期，气力散尽，这才落入那凡夫屠户之手。若非你倾尽家臣相救，吾早已身死道消。今日打斗中，你那一滴本命精血恰好助吾冲破了最后的制阻，成功化龙。但饶人精血何其珍贵，你因此折损了10年的寿命，身体也强行催熟，瞬间长成了18岁。龙神大人，求您把寿命还给向阳吧，把我的老命拿去，他还那么小，折寿10年是要他的命啊！爷爷，你别哭，只要能保护你不被欺负，别说10年，20年我也给。恩人放心，待吾日后功力彻底恢复，必将这10年寿元如数奉还。为了报答你的精血之恩，吾这便赐你一场泼天富贵。听到这话，我苦笑着指了指漏风的屋顶。我家唯一的大瓦房都被大伯抢走了，哪儿来的富贵？可白龙的眼中却闪过了一丝嘲弄的笑意。你以为你大伯抢走的真的是你家最值钱的东西吗？我和爷爷都愣住了。只见白龙缓缓落下。你家祖上乃是阔商，真正的传家宝根本不在那座显眼的正房里。你且往下挖，3尺之下便是你逆天改命的本钱。我低头死死盯着脚下的黑影，心脏狂跳如雷。难道说我们家真正的宝藏根本不在大伯抢走的大瓦房里，而是在我脚下的破柴房里？听完白龙的话，我连呼吸都变得粗重。我攥起那把破铁锹，仗着刚成年的蛮力，顺着白龙尾巴指点的地方挖了下去。手掌磨破了，血水混着冻土铺在手里，我也浑然不觉。往下挖了3尺，当的一声闷响，我扒开泥土，掀开了一个紫檀木箱。月光下，2包沉甸甸的银元，整整10根黄澄澄的金条，还有一对极品冰种翡翠手镯。在这个连吃顿猪肉都奢侈的年代，这箱东西买下半个村都绰绰有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又哭又笑。爷爷，我们终于有活路了！可我没注意到，此刻在这四面漏风的柴房外，正藏着一双贪婪的眼睛。大伯根本没死心，他心里的贪念终究压过了恐惧，满脑子都是那条会找百年老参的摇钱树。他顺着门板的破洞往里死死盯着，当那黄澄澄的金条和水头十足的翡翠映入眼帘时，他的连呼吸都停止。金子，一整箱金子！这小崽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挖出了祖宗的宝贝！不行，不能硬抢，那蛇妖还在里面。
现在这小崽子又中了邪，变得5大3粗的，老子要是进去，非得被活吞了不可。大伯蹲在雪地里，大脑飞速旋转，眼睁睁看着这么多钱却拿不到手，简直比活剐了他还难受。就在这极度不甘的折磨中，一个让他瞬间头皮发麻的绝妙逻辑蹦了出来。等等，这破柴房以前狗都不住，陆家老祖宗就算是瞎了眼，陆家祖上都能随便埋一箱金条和翡翠。我那间大瓦房可是陆家祖祖辈辈几十年的主屋，那正房底下得埋了多少宝贝？肯定是整座金山啊！想到这里，大伯激动的差点在雪地里笑出声。何必冒着断胳膊断腿的风险去跟那一对怪物拼命？真正大头的宝贝，真正能让他去城里买大楼的财富，明明就安安稳稳的踩在自己脚底下。再看向柴房里的金箱子时，大伯眼神中竟然带上了几分得意和鄙夷。两个没见识的傻绝户，老子才是最后的赢家！随即他像疯了一样，顶着风雪朝大瓦房狂奔。恩人，你且想清楚，你虽是成年之躯，但空有一身蛮力，穷乡贫壤，抱金过耐事，必定引来心怀不轨之人。到时候你和爷爷恐怕就危险了。是啊，在这连吃顿猪肉都奢侈的年代，就算我变成了大人，可终究势单力薄，财不露白，绝不能急于一时。回到大瓦房，大伯彻底疯了。妖族，老婆子！他一脚踹开里屋的门，声音激动的直劈叉。别睡了，都给我起来发大财！爹，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我胳膊都快疼死了。断了也得给我爬起来挖！向阳那小绝户在破户柴房底下挖出了一整箱金条，柴房都有金子，咱们这间祖传的大瓦房底下能没有？快起来，大头的宝贝在咱们脚底下呢！听到金山2个字，堂哥和堂婶瞬间不困了，眼珠子全绿了。那一夜，大伯一家3口连灯都不敢点，把门窗封得死死，像3只不知疲倦的地老鼠。铁锹不够就用镐头，没有镐头，堂婶干脆找来破海碗，疯狂地往外刮。爹，这都挖了1米多深了，连个铜板都没有啊！你懂个屁！老祖宗的大宝贝能浅埋吗？柴房埋了3尺，正房起码得8尺。去，把真路路墙根那边的石土也给老子掏空，金砖肯定就藏在墙根底下。为了找那虚无缥缈的金山，他们彻底失了智，硬生生把支撑房屋的大梁墙根给掏了个干干净净。好好的大瓦房地基被彻底挖断，整个房子就像踩在烂泥上，摇摇欲坠。直到第2天大中午，屋里已经被挖出了一个1米多深的大坑，依旧连根金毛都没看见。就在大伯累得瘫在坑底怀疑人生时，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自行车铃声。耀祖啊，在家不？我带着你丈母娘和翠花提前来看新房啦！坑里的父子俩吓得魂飞魄散，看着满目疮痍的新房，脸瞬间绿了。坏了！翠花一家怎么提前来了？慌什么？快把那几张烂炕席扯过来，把大坑盖上，千万别让他们看出来。咱们在挖宝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快里边请。哎呦，大强啊，你们一家这是掉粪坑里了！不是说新房都装修好了吗？怎么搞得又脏又臭的？这不是为了迎接你们，我们连夜收拾的吗？里面收拾的可敞亮了，快去看看。大伯硬着头皮扯谎，伸手把准亲家往正房里领，里面收拾的可敞亮了，快去看看。可他们没注意，这大瓦房早就被他们连夜掏空了命脉。准丈人挺着肚子，高傲的抬起脚，重重的跨过了门槛。那体重踩在地板的烂席子上，底下的虚骨瞬间一沉。哎，这新房的地怎么是软？丈人的话还没说完，咔嚓嚓，一声令人牙酸的墙体撕裂声骤然在头顶炸响，紧接着屋顶那根粗壮的承重横梁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。妈呀，房梁裂了，快跑！还没等大伯反应过来，那间承载着他金山美梦的大瓦房轰然倒下，漫天的黄土夹杂着断砖残瓦倾泻而下，准媳妇一家连滚带爬的逃出院子，大伯父子俩更是被倒塌的气浪直接掀飞。等到尘土散去，气派的大瓦房已经变成了一堆烂木头和碎砖头。陆大强，你个老王八蛋，你这是想谋杀呀！翠花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抓起刚提来的果篮，狠狠砸在大伯的脸上。就这随时会砸死人的烂包房，还想骗我闺女嫁过来？我呸！你做梦去吧！这婚我们不结了！翠花一家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大伯瘫在废墟前，绝望的拍着大腿，嚎啕大哭。我的金山，我的大瓦房啊！旁边的堂哥呆呆的看着化为废墟的房子和跑掉的城里媳妇，气急攻心，眼珠子往上一反，直接气晕了。而此时，我正坐在破柴房的门槛上，给爷爷喂热参汤，听着对面院子里的哭嚎声，我轻轻吹了吹碗里的热气，冷漠的勾起了嘴角。大伯，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呢。大瓦房塌了的那天晚上，大伯一家3口冻得像丧家之犬，在废墟里瑟瑟发抖。最后没办法，他只能灰溜溜的带着老婆孩子搬回了他们原先那间破旧的土坯房。那间老屋本就年久失修，大伯为了给堂哥娶城里媳妇，把家里的积蓄全砸进了那间大瓦房的装修和彩礼里。现在人财两空，回到土屋里，一家人冻得鼻涕眼泪横流，连生火的干柴都没几根。村长看他们实在冻得可怜，随口提了一句：“大强，
实在不行，向阳家后院那个破柴房好歹有个完整的顶，要不你们去那儿挤挤凑合一晚。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，那里头有妖怪，有怪物啊！我不去。村长以为他白天受刺激疯了，也没再提过这事。熬过了冬天，开春后积雪化了，堂哥为了凑钱重盖大瓦房娶媳妇，像个输红眼的土，彻底疯了。那天中午，我刚走到村口，就听见一阵拖拉机的轰鸣声。石林采石场急招人，1天2块钱，想发财的啦！想发财的，快来啦！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耀祖啊，那石岭前几天刚放过山炮，崖壁上全是大裂缝，现在去怕是要出人命啊！废话，没危险能给这么高工钱？你们怕死就在家喝西北风！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打算理会。可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，缩在我袖口里的白龙突然剧烈地扭动了一下，一道冰冷而急促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中炸响：恩人，石岭山底的石根已被震断，死气已经漫过山头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崖壁必将发生塌方，去的人十死无生。我心头猛地一震，死死盯向拖拉机车斗。车上除了几个跟堂哥混的二流子，竟然还有张二伯、王大哥这些老实人。大雪天里，他们曾偷偷给我塞过几块硬饼子。我对大伯一家恨之入骨，但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方部相亲去送死。停车！我猛地冲出人群，仗现在一发的结实身板，死死挡在了拖拉机正前方。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。一开始大家还没认出我是谁，可当看清我的五官时，全场瞬间炸锅。这是老陆家那个小向阳，这才过了1个冬天，他怎么长得比头牛还壮？他不是才8岁吗？我的娘哎！这哪是长个子，这是中了邪吧？肯定是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怪不得陆大强家好好的新房突然塌了，绝对是被这扫把星身上的妖气给克的。离他远点，当心沾了晦气。面对众人见鬼般的指指点点，我面无表情。10年的寿元换来的身躯，岂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能理解的？堂哥一看是我，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狰狞。他跳下车，气急败坏地扬起巴掌：“小杂种，又是你！别以为你中了邪，长了一身横肉，老子就怕你！给我滚开！”我根本没躲，一把拍开他的手，红着眼用全场都能听见的声音怒吼：“大家不能去！采石场要塌了！今天谁去，谁就会被活埋在石头底下！”堂哥愣了一下，接着爆发出极其刺耳的狂笑，指着我的鼻子嘲讽：“大家听听这小绝部在放什么屁！你不就是眼红老子带大家发财，没带你吗？哼，滚开！张二伯、王大哥，我向阳没撒过谎，采石场半个时辰内必定塌方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命要是丢了，你们老婆孩子怎么办？”听到这话，张二伯迟疑了，王大哥也发毛了，颤抖说：“这钱拿着烫手。”堂哥见有人动摇，急得像条疯狗，跳着脚怒骂：“呸！怂蛋，有钱都不赚，是个中了邪的毛孩子！”我死死咬着牙，盯着他那张无可救药的脸，连反驳的心思都没了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恩人，你已仁至义尽，让开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侧身让开了路，冷冷地看着车上的人，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：“信我的现在下车，不信的，你们自己去送命。”车上终于有了动静，张二伯和王大哥等5、6个本分的老实人，终究是怕，顶着堂哥杀人般的目光跳出，可依然有7、8个被钱蒙蔽了双眼，坐在车上不屑的嘲笑：“呸！胆小鬼，有钱都不赚！”堂哥狞笑着跳上车，居高临下的放狠话：“等晚上老子拿着大联合吃肉的时候，你们就在家喝西北风去吧！”伴随着刺鼻的飞烟，拖拉机像一头脱缰的野鸡，载着这群贪婪的亡命一头扎进了通往黄泉的土。我默默爬上村口的大石头，死死盯着采石场的方向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半个时辰了，日头高照，远处的山头平静的连一丝风都没有。原本跟着跳下车的张二伯和王大哥等人，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了。这大晴天的，山好好的怎么会塌？完了，今天白瞎了，回家非得被我媳妇骂死不可。向阳，你这孩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早就说这小子中邪了，你们还不信？大家伙仔细看看他，之前还是个干瘪的8岁毛孩子，今天就长成了牛高马大的壮汉，肯定是中邪了。他肯定是被狐黄白柳附体变成妖怪了，留着这个妖怪在村里，咱们全村人都得倒大霉。绑了他，不能让他继续害人。小绝妖，不管你身上附了什么脏东西，
今天，老子非扒了你的皮！张二伯和王大哥虽然觉得不对劲，但在群情激愤下，吓得退到了一边。看着这群拿着绳子、面目狰狞的乡亲们，我站在大石头上。愚不可及，时辰已到，天罚降临。一声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巨响，毫无预兆地在所有人耳边炸裂，所有人瞬间被定在原地，惊恐的转过。只见2里外的石岭东面，那片刚刚放过山炮的巨大崖壁，突然像是一块被人从中间劈开的豆腐，刺耳的岩石崩裂声传到村口。紧接着，那半座巨大的山塔带着摧枯拉朽不裂，轰然坍塌，成千上万吨的巨石混杂着火，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，瞬间吞噬了整个采石场。冲天而起的灰尘连太阳都遮住，村口死一般的寂静，连地皮都在微微颤抖。李麻子手里的粗麻绳掉在了地上，他那张刚才还嚣张跋扈的脸，此刻惨白的像个死人。真塌了！王大哥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泥地里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。张二伯更是吓得连烟袋锅子都掉在了地上。如果刚才他们没有听我的话下车，现在那堆尸体里就有他们的影子。反应过来的村民们突然疯了一样转过身，齐刷刷的看向站在石头上。活神仙显灵了！向阳这是真龙附体来度化咱们的呀！神仙恕罪！神仙恕罪啊！而我只是冷冷的看着采石场方向升腾的灰尘，心中没有半点波澜。采石场塌方的消息惊动了群县，推土机没日没夜的挖了2天后，现场惨无人，跟着堂哥去的那7、8个流氓赌徒，伤的伤残的惨，而我堂哥命大被卡在死角，捡回了一条命，只被砸断了一条腿。看着变成废人的儿子，大伯在医院走廊里当场喷出一口老血，晕死过去。原本指望盖新房娶城里媳妇的大伯一家，彻底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。可是大伯这种烂到骨子里的人，是绝对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。出院回村的那天，大伯推着轮椅上的堂哥，直接冲到了大队铺门口。大伯红着眼珠子，指着我家柴房的方向疯狂咆哮：“村长！各位乡亲，你们都被那个小妖精骗了！向阳那个小崽子一夜之间长成大人，绝对是被妖怪附体了。这石岭好好的山怎么会塌？全是他用妖法咒的，是他把妖族害成了这样，是他害了乡亲们啊！今天必须把他抓起来，给大家伙偿命啊！”大伯声泪俱下，极具煽动性的哭喊，让几个死了家属的妇人也跟着失去了理智，尖叫着要去柴房找我拼命。可还没等大伯带着人走出几，陆大强，你给我站住！砰的一声闷响，一根粗壮的锄头把子狠狠地砸在了大伯的背上，直接把他砸倒在雪地里。动手的是张二伯。此刻，张二伯、王大哥，还有那几个听了我的话下车保命的老实汉，带着全家老小，手里抄着铁锹，脸蛋杀气腾腾地挡在了路中间。大伯捂着流血的鼻子，满脸不敢置信：“张二，你敢打我？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丧尽天良的畜生！向阳那是神明附体，是真龙下凡。他提前半个时辰就劝大家别去，是你儿子贪财，非拉着人去送死。要不是向阳拉着我们下车，我们现在都没命了。你个不要脸的老狗，自己作死害了人，还敢反咬向阳一口！今天谁敢动向阳一根头发，老子就跟他拼命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保护小神仙！”不仅是他们几家，平时看不惯大伯一家作威作福的村民，也纷纷站在了张二伯身后。几十号壮劳力像一面铜墙铁壁一样护住了通往柴房的路。大伯彻底傻眼了，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群平时老实巴交、人人揉捏的乡亲，此刻却像护崽子的饿狼一样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身败名裂，成了人人喊打过街老鼠。而那个曾被他一脚踢出家门、肆意踩在脚下的8岁绝户，成了这群村民心中至高无上之女。大伯瘫坐在泥水里，看着轮椅上流着口水的堂哥，绝望地捂住了脸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可报应这才刚刚开始，死者家属天天堵着门要他们赔命，加上天文数字的医药费，大伯走投无路，只能去借高利贷。曾经在村里耀武扬威的大伯一家，现在连村里的野狗都能去踩上一脚。而与大伯家凄惨截然相反，是我在村里如日中天的威望。那天听了我的话逃过一劫的汉子，提着家里舍不得吃的老母鸡，浩浩荡荡的来镇上给我磕头。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8岁的孩子已经不再是扫把星，而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。张二伯红着眼眶，突然一咬牙，带头表态：“向阳，既然你能掐会算，有活神仙保佑，不如你带着咱们爷们儿一起干吧！以后你出脑子，我们出苦力，赚了钱咱们5-5分账。你只动，咱们绝不往西！”看着这群膀大腰圆、对我死心塌地的汉子，我嘴角勾起一抹笑。好，张二伯，给我点时间，有路子了我通知你们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给爷爷掖好被，揣着那2块沉甸甸的银元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县城的路。18岁的身躯里仿佛蕴含着使不完的牛劲，30多里的山路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一口气就到了。我压低帽檐，拐进了那条出了名的黑市暗巷。在黑市混的贩子本都是些欺软怕硬的。一个长着3角眼的中年男人接过我的袁大头，原本还想欺负我面生，出个10块钱的白菜价明抢。可当他抬起头，对上我那毫无温度的眼神，再打量了一番我这1米8几的结实身板时，到嘴边的黑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他乖乖按着行规，2块极品老阴阳，痛痛快快地点给了我200块钱，一切异常顺利。有了这200块钱的巨款，我直奔县医院买下了治肺炎最好的特效药和营养针，接着又去供销社买了20斤富强粉和1整扇新鲜猪肉。就在我带着满满当当的物资路过县里最气派的红星国营饭店时，一阵急促的叫骂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胖经理正站在饭店后门，急得满头大汗的直跺脚。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明天省里就要来人到咱们饭店吃饭，你们现在告诉我海鲜断供啦！王经理，这真不怪我们啊！石林采石场昨天大塌风，半座山垮来，把外面运鱼进城的省道堵得死死的。现在别说拉鱼的货车，连只鸟都飞不进来呀！听到塌方2个字，我脚步一顿，眼睛瞬间亮了。那胖经理急得快要上吊，揪着头发吼道：“我不管！你们今天谁要是能给我弄来新鲜的活大鱼，我按平时的10倍。不，20倍的价钱收，2块钱一斤。在这个猪肉才7、8毛钱一斤的年代，2块钱一斤收活鱼，这简直是天价！我站在人群外，嘴角勾起一抹狂喜的弧度。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，时令塌方是我拦下乡亲们救命的因。现在这塌方堵路断绝了县城海鲜供应，就成了我大发横财的果。这就是信息差带来的泼天富贵。我紧了紧自行车上的麻袋，快马加鞭地赶回了村子。回到柴房，我第一时间给爷爷熬了肉粥，喂他吃下了特效药。看着爷爷原本灰败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，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夜幕降临，我趁着夜色敲开了张二伯家的门。屋子里，王大哥和昨天逃过一劫的5、6个汉子恰好都在。一看到我，他们立刻站了起来，眼神里全是对活神仙的敬畏。向阳，你咋来了？有事儿？张二伯赶紧给我搬凳子，我没有坐，而是目光灼灼地看着这群汉子，将2盒大前门香烟拍在桌子上。二卓，王大哥，明天一早去大队借3辆推板车，把你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大木桶、麻袋全带上，叫上村里的壮辽力，跟我走一趟。向阳，咱带这么多水桶去哪儿啊？我走到门口，看着北面黑沉沉的夜空，眼神无比锐利。向北，去黑角湾滨海。黑角湾！人群里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。那里头暗流急得很，连冰窟窿都结不上。咱们也没渔网，大冷天去那儿能干啥？我转过头看着他们，嘴角勾起一抹神秘而自信的笑容。我要带你们去接一场泼天富贵。从张二伯家离开，我在心里盘算，因为大塌方，县城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公路被彻底堵死了。快过年了，城里最高档的酒楼和招待所、水产和鲜鱼已经全面断供。谁要是能在这大冬天搞到活鱼送进城，那就是垄断，绝对的一本万利。白龙听懂了我的心声，缓缓吐出了一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话：臣人莫急，在村调动真龙水脉之气，有一处滨海暗流交汇的黑角湾，方圆寻几10里的活鱼，片刻便会全部汇聚于此。那我们不用下网？下什么网？龙吟一出，万鱼来潮，他们会自己排着队从冰窟窿里跳出来。这哪是去捕鱼，这简直就是去水里捡钱！当天下午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找到了张二伯和那几个对我死心塌地的汉子，浩浩荡荡地跟着我往北面的黑角湾走去。可我根本没注意到，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，正藏着一双布满红血丝、嫉妒到发狂的眼睛，是被高利贷逼上绝路的大伯。他像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一样，死死盯着我们的背。他心里恶狠狠地盘算着：这小绝户一出马，准有好事。我倒要看看他带着这帮人去哪儿舔儿弄钱。大伯揣着手，像一条阴毒的老狗，远远地悄无声息地跟在了我们的队伍后面。到了黑角湾，面对幽深没结冰的中心水域，村民们都发出：以前有人下网，不仅没捞到鱼，还差点被卷进去。不用下网，把空桶推过去。咱们今天是来捡鱼的。我走到冰窟窿边缘，借着大棉袄的掩护，轻轻抚摸了一下小白龙的鳞片。小白，看你的了。瞬间，我感觉到一股凡人听不见，却足以让所有水族顶礼膜拜的波动。龙吟顺着我的指尖，无声无息地钻入了幽深的滨海岸。一开始，海面静悄悄的，10分钟过去了，村民们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闹着玩。就在张二伯想要上前劝我的时候，咕噜咕噜，平静的墨绿色水面忽然像烧开的波一样剧烈翻滚起来。哗啦，一条足足有10斤重的野生大青鱼直接从水里跃出，重重砸在冰面上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紧接着哗啦哗啦的水声不绝于耳，就像下起了一场银色的暴雨。无数的海鲈鱼、大黄发像疯了一样排着队从冰窟窿往外挤，噼里啪啦的砸在我们脚下，甚至还有7、8只磨盘大的野生老鳖慢吞吞的爬上冰面，乖乖的趴在我脚边一动不动。真正的万鱼来潮，这简直就是神迹！20几个壮汉全被这犹如神迹的一幕震慑，有人吓得连铁镐都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
监狱啊！我一声大吼，人群这才疯了一样扑上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所有的木桶全被活鱼塞得满满当当，连板车上都堆成了小山。躲在远处礁石后面的大伯看着那满地乱蹦的肥鱼，眼珠子都绿了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他那充满贪欲的脑子瞬间得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荒谬结。好啊，原来这黑角湾的冰窟窿底下全是大肥鱼，自己往外跳。这小角度运气真好，竟然能找到这风水宝地。要是老子拿开山药，把那片冰面全部炸开，里面的鱼不全都是我家的了？高利贷能还清，耀祖盖房娶媳妇的钱也有了。傍晚时分，当我们把这批天降神鱼推到现采购处时，因为公路堵死，急得要上吊的采购主任眼睛都绿了。活的野生大黄华，小兄弟，你救了我的命啊！价格我给你翻20倍，说什么我都要了。当主任把足足4000多块钱的厚厚大团结塞进我手里时，跟着来的汉子们眼睛瞪得比工龄还大。要知道那时候工人一个月才挣20块钱，拿到钱我按规矩直接分出一半，拍在张二伯手里。今天跟着来的兄弟，每人分50，剩下的留着当咱们下次做买卖的本钱。人群爆发出了狂喜。向阳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领头人，你指哪儿，兄弟们就打哪儿。看着这群敢为我拼命的汉子，我仔细收好剩下的钱，嘴角勾起了一抹冰冷的笑意。有了钱，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势力，我的基本盘彻底立住。那半个多月，我带着村里人隔3差5就去黑角湾捡一车鱼送进城，每天结完账，我们在国营饭店大口吃肉喝酒，临走每人还能分20-30块的大红包。在这个连吃顿饱饭都费劲的年代，我们这帮人简直就是天天在过年。全村人都红了眼，纷纷提着礼物来求我入股。平时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巨大的债务压力和对我报复的眼红，终于彻底摧毁了大伯最后的理智。那天傍晚，张二伯急匆匆地敲开我的向阳，出事了！我刚才看见你大伯堂哥带着宁家层头偷偷摸摸往黑角湾去了，而且他还来揣着一大包开山用的烈性炸药。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这帮蠢货是眼红我捞了金，竟然以为冰底下全是鱼，所以想用炸药直接炸开冰面，捞一把大的去还高利贷。向阳，那炸药要是炸了冰面，怕是要闯大祸啊！咱们去拦住他们吧。拦他们干什么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叫上兄弟们，咱们也去黑角湾，不是去救人，是去看看这帮老畜生怎么把自己送上西天的。深夜的黑角湾，寒风刺骨，没有了白龙的龙气镇压，冰面下集团的暗流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。我们躲在礁石后，清楚地看到大伯一家已经走到了黑角湾的中心。爹，全炸开，里边的鱼全是咱们的！大伯红着眼，哆嗦着点燃了那包烈性炸药的引下，转身就往后跑。嗡隆一声震耳欲聋的惊天巨响，冲天的火光和水柱中，大伯一家3口兴奋地探出头，妄图看到满地蹦跶的大青鱼。可是除了焦黑的硝烟和冰冷的海水，冰面上连一片鱼鳞都没有。就在他们绝望咆哮的时候，一个极其恐怖的细微声音在冰面上蔓延开来，咔咔嚓，那是坚冰裂开的声音。炸药的威力太大，冰层最脆弱的承重结构瞬间崩溃，无数道像蜘蛛网一样的裂缝以肉眼可见速度崩溃蔓延。大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转身就跑。救我！大娘脚下一空，直接掉进冰窟窿，只剩个脑袋在绝望哭。堂哥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用手往回跑。爹，别丢下我！可他是个瘸子，根本跑不快。大伯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，连滚带爬的往岸边狂奔。然而迟了，哗啦轰！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巨响，方圆几10米冰面彻底崩塌，汹涌刺骨的冰海暗流瞬间涌上冰面。大伯一家3口就像几只可怜的蚂蚁，瞬间被倒灌的冰水吞没，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几10道手电筒和火把的光束瞬间撕破了黑角湾死寂的夜幕。我和20几个兄弟站在安全的冰层边缘，像看似斗一样俯视着水里挣扎的大伯一家。大伯死死扒着浮冰，冻得脸呈紫青色，借着火光，当他看到站在岸边的我时，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向阳，好大志，大伯知道错了，只要你救我上去，下半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快救耀祖，他是个瘸子，他游不动要淹死了。向阳，拉不拉？我没有动，双手拢在军大衣里，眼神冷得像冰。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全是大雪封山时爷爷在破柴房里撕心裂肺的咳嗽声，全是他们逼我按手印，逼我交出房子时的恶毒嘴脸。我硬生生让他们在零下10几度的冰水里又泡了5分钟，直到大娘翻了白眼，堂哥的脑袋彻底沉进水里冒泡，大伯绝望闭眼等死的那一刻，我才冷冷地吐出3个字：扔绳子。兄弟们像拖死狗一样把这费了半条命的一家3口拖上岸。我蹲下身拍了拍大伯那张冻僵的紫脸，声音仿佛来自地狱：大伯，别急着死，你的报应还没完呢。第二天，大队部，大伯哆嗦着按了手印，把大瓦房原封不动还给高利贷上门讨债，把他们家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全搬了个干干净净。冻出严重肺炎的大伯拖着大娘，还有成了瘸子的堂哥，像3条丧家之犬一样跪在雪地里，哀求村里人给口饭吃。可全村人现在都靠着我卖鱼发财，谁会去搭理他？看着他们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指向了后院，把当初他赶我走时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全还给了他。后院那间破柴房不是空着吗？没让你们露宿街头，已经是我顾念亲戚情分了。滚进去吧！
风雪中，在全村人鄙夷的目光下，一家三口绝望地爬进了那间四面漏风的破柴房。曾经他们为我和爷爷准备的坟墓，终于成了他们余生无期徒刑的牢笼。半个月后，又是一场鹅毛大训，而此时的我正坐在镇上的2层小洋楼里，陪着红光满面的爷爷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。透过明亮的玻璃窗，在这凄厉的风雪中，我仿佛能隐隐听到破柴房里大伯一家动恶交加的哀嚎。天道好轮回，善恶终有报。恩人，一声清澈的龙吟在脑海中响起，小白龙化作一道流光盘旋在我的肩头。恩人，这偏僻村落的因果已了，下一步你可准备好去县城搅弄一番更大的风云了。我擦了擦嘴角的油渍，站起身。县城公路快通鱼的垄断生意做不长了。看着窗外广阔无垠的雪原，眼中闪过一丝野心与锋芒。这泼天的富贵，我陆向阳才刚刚尝到甜头。